嗨，你好，我是 Gab。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我想向你证明我知道你的银行卡密码，但是呢，我又不想透露其中的任何一个数字，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再比如说，我想向一个网站证明我已经满18岁，但是呢，我又不想向他提供任何的出生年月日信息，也不想上传我的身份证信息，你觉得这个事儿能办得到吗？哎，你别说啊，这个听起来像个逻辑悖论，甚至有点像空手套白狼的东西啊，它还真的有解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硬核拆解的主角——零知识证明，也叫 ZKP。咱们都知道啊，区块链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像比特币、以太坊，主打的就是一个公开透明，账本谁都能看，谁给谁转多少钱查得一清二楚。这就意味着隐私基本上是裸奔的状态。而零知识证明要干的，就是来颠覆一下我们的这个认知。他要干的事儿啊，就是在原来的这个玻璃账本上，给你贴上一层智能的隐私膜，在这层膜之下，你依然可以完成验证，达成共识。但关于你是谁，你有多少钱，这些核心秘密啊，一个字都不会透露出去。那么这个听起来这么玄乎的技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不是凭空出现的？想要看懂它，咱们得把时间线拉长一些，一口气拉回到2000年前的罗马，搞懂了密码学的前世今生，你才能真正看明白零知识证明这波革新到底厉害在哪里。说到古罗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凯撒大帝。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凯撒大帝他打仗很厉害，一生征战欧洲，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个密码学的老祖宗。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两军交战，信息就是命脉。你怎么把指令安全地送到前线的将军手里头，同时不怕信使在半路被敌人截获？如果情报泄露，那可能就是满盘皆输。凯撒呢，就琢磨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高明的办法。这个方法后来就被命名为凯撒密码。说白了，它就是一套极其简单的字母位移游戏。假如说凯撒要向前线的将军传递的信息是 attack，他跟他的将军啊，提前就会在小黑屋里边商量出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通信的秘密。比如说，咱们以后啊，所有的字母都往后挪3位，那 A 就变成了 D，T 就变成了 W， 最后 attack 这个词呢，在纸上写出来，就成了一串谁也看不懂的乱码。这封信就算半路被敌人抢走了，敌人看着这串天书也得蒙圈啊，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远在前线的将军呢，他收到信之后，只需要再按照商量好的规则，把每个字母再往前倒3位啊 ，D 变回了 A，W 变回了 T， 一条清晰的进攻指令就还原出来了。厉害！你看啊，凯撒用密钥3把信息加密，将军呢也同时得用一个密钥3来解密，加密和解密用的都是同一把钥匙。这种模式呢，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对称加密。这个方法在当时啊，绝对是降维打击了，也确实啊用了上千年。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啊，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天大的甚至是致命的 bug 呢？你想想这个密钥3，我要怎么样才能安全的告诉我前线的将军？我总不能也写封信告诉他咱俩的密钥是3吧？那不就成了套娃了吗？唯一的办法就是得我当面的告诉他，或者派一个绝对忠诚的信使去送这个密钥。可一旦这个送密钥的过程出了岔子，钥匙被偷了，那后面所有的加密通信啊就全白费了。这就好比我给了你一个全世界最牛的保险箱，但装钥匙的那把信封却是开着口的。这个密钥配送难题啊，在之后的1000多年里，就成了所有密码学家最头疼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开始发展了，几个天才数学家终于想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办法，不仅拨开了这片乌云，还直接把整个密码学带入了现代。这个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2个重点——非对称加密。它的核心思想啊，就一句话：既然送一把钥匙不安全，那我就不用一把钥匙了，我用一对儿。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我打个比方，非对称加密就等于给你创造了一个数字信箱。首先呢，系统会给你生成一对数学上强相关的钥匙，一把呢叫做公钥，另一把叫做私钥。这个公钥呢，顾名思义就是完全公开的，它就像你家信箱的地址和那个投信的口子，你可以把它印在名片上，
发给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随便给，给的越多越好。重点来了，你的私钥就是打开这个信箱的唯一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你必须打死都不能给任何一个人，自己藏好了，谁跟你要，谁就是坏人。现在呢，假设我想给你发送一条机密的信息，我不需要再偷偷摸摸的来找你要钥匙了，我直接在公开的电话本里找到你的公钥，然后用你的公钥把我写好的信息给锁起来。这个过程啊，就是加密。神秘的地方在于呢，被公钥锁上的信息只有对应的唯一的那把私钥才能解开，所以这份加密信息在全网传输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就算被黑客截获了，他也打不开，因为他没有你的私钥。最后呢，信息传到你的手里，你拿出自己珍藏的那把私钥，啪一下，就打开了。你看这一下不就把那个密钥配送的世纪难题给彻底解决了吗？整个过程啊，我们根本不需要传递任何的钥匙，我只需要知道你那个公开的信箱地址就行了。我的私钥永远不会离开我自己的保险柜。这个公钥和私钥的体系，朋友们，我毫不夸张地说啊，就是咱们整个互联网世界安全的基石。你每天都在用，但可能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你在购物网站上输入银行卡密码的时候，网址栏里边那个 HTTPS 的小锁头背后就是非对称加密在保护你的数据。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 Web3 来说呢，它更是地基中的地基。你用来接收加密货币那条长长的地址，本质上就是你的公钥，而能让你真正动用这些数字资产的那个助记词或者密码，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管好的那个私钥。好了，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从凯撒的对称加密，也就是一把钥匙两头用，到现在的非对称加密，也就是公钥加密、私钥解密，人类在密码学的道路上已经完美的解决了如何安全的传递信息的内容这个难题。但是呢，一个新的也更烧脑的需求出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是怎么把信息内容本身给藏好。那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我们压根儿就不想传递任何的信息，只是想向对方证明我确实知道哪个秘密，或者呢，我确实符合某个条件，那这又应该怎么办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密码学皇冠上的明珠，那个听起来最像魔法的东西——零知识证明。朋友们，在解决了信息的保密传输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透露信息本身的前提下，仅仅去证明我知道这个信息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呢，就像你给我解释一下苹果的味道，但是呢，不允许用任何与吃或者是味道相关的词一样离谱。但是在1985年啊，3位 MIT 的天才密码学家还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并且呢，给这个解法还起了个名字，就叫零知识证明。我知道啊，这个名字一听就能把大家给劝退了。咱们今天就不用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咱们就用一个全世界都公认、最经典的阿里巴巴山洞的故事，把它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故事里呢有两个主角，一个叫 Peggy， 他是证明者，他宣称自己知道打开山洞石门的咒语；另一个呢叫做 Victor， 他是验证者，他对 Peggy 的说法表示怀疑，想要验证一下。这个山洞呢是一个环形的，有两个入口 A 和 B。但在洞穴的最深处啊，有一扇魔法石门，只有念对咒语，这扇石门才能打开。现在呢 ，Peggy 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向洞穴外的 Victor 证明，他真的知道咒语，但是他呢，又绝对不能让 Victor 听到咒语是什么。换你应该怎么办？天才的证明流程啊，这就开始了。一共呢分为3步，第一步就是承诺。Peggy 自己一个人先进入到山洞里头，他可以随机选一条路。比如说，他走进了 A 通道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呢，站在洞口的 Victor， 他只知道 Peggy 进去了，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Peggy 到底选的是 A 还是 B。这个过程呢 ，Peggy 就做出了一个承诺，他已经把自己定位到了某一条路上。第二步，挑战。等 Peggy 进去之后呢 ，Victor 就走到了路口，然后呢，他也随机挑选了一条路。他大喊一声说 ：“Peggy， 你给我从 B 通道里出来。”这个喊话就是一次随机的、无法预测的挑战。第3步是回应。好，那现在最关键的来了，我们分析一下 Peggy 会怎么做呢？情况一，如果 Peggy 是个骗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咒语。刚才他从 A 进去，那现在 Victor 让他从 B 出来，他能做得到吗？当然是做不到，因为中间的魔法石门他打不开，
他就被堵死在里边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再从 A 原路返回来，那他这次欺骗啊就失败了，当场就直接穿帮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如果 Peggy 他是诚实的，他真的知道这串咒语，那 Victor 让他从 B 出口出来，这对他来说那完全没有问题。他只需要走到山洞的深处，念出咒语，打开石门，穿过去之后再从 B 通道出来。你看，这一次完整的证明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里头 ，Victor 听到咒语了吗？没有，他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Peggy 成功的完成了他的挑战，但 Victor 会不会觉得说，这不就是运气好吗？那万一 Peggy 刚才进去的时候蒙对了，他走的正好就是 B 通道呢？没错啊，如果只是试一次 ，Peggy 这个骗子啊，他确实有50%的概率能蒙对。但是呢，没关系，这个证明的过程的精髓啊，就在于一一重复。Victor 让 Peggy 出来，重新再来一次。这次 Peggy 呢从 B 进去 ，Victor 在外边随即喊：“哎 ，Peggy， 你从 A 出来。” Peggy 知道咒语，唰的一下又从 A 出来了。再来一次之后，又再来一次。他们把这个过程呢重复了10次。那如果说 Peggy 每次都能完成挑战，那他连续10次都蒙对的概率有多少呢？是1/2的10次方，也就是1024/1。这个概率啊已经非常低了。那重复20次呢？那概率就低于100万分之1了。那重复80次呢？这个概率比你连续中5次彩票头奖的几率还要小。到了这一步啊， Victor 虽然依然一个字都不知道咒语是什么，但是他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获得了一个他所需要的近乎100%确信度，那就是 Peggy 他不可能是在猜，他一定知道那个咒语。这就是零知识证明的灵魂，它不像一个数学公式一样给你一个绝对正确的逻辑证明，而是一个概率性的交互式证明。通过足够多次的成功的随机挑战，让欺骗发生的概率啊可以无限的趋近于零。现在呢，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精巧的设计，你会发现一个完美的零知识证明系统啊，它必须满足3个核心的特征。这3个特征啊，在这个山洞的故事里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一是完整性，意思就是说，如果证明者 Peggy 是诚实的，他就总能让验证者 Victor 相信这是没问题的。只要 Peggy 知道咒语， Victor 让他从哪出来，他就能从哪出来。那第二呢是可靠性，意思就是说，如果证明者 Peggy 是个骗子，他几乎不可能让验证者 Victor 相信这也是没问题的。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骗子 Peggy 蒙混过关的概率就趋近于零。那第三呢，就是最核心的一点，零知识性，意思就是说，在整个验证的过程当中，验证者除了知道 Peggy 确实知道咒语这件事情之外，关于咒语本身的任何信息，比如说咒语有几个字，是哪国语言，他一概不知。知识的增加性啊是零。现在呢，我相信你啊已经彻底理解了零知识证明的底层逻辑。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零知识证明在 Web3 的世界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应用呢？零知识证明啊，之所以被称为密码学皇冠上的明珠，就是因为它正在解决整个区块链世界，尤其是像以太坊这种公链正在面临的2个最大也最要命的天花板级的问题，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就是隐私。咱们先来说它怎么解决效率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扩容。以太坊的主网就像一条市中心的单车道，所有的交易都得在这条路上排队，路呢就那么宽，车一多就会造成堵车，一堵车呢过路费就得飙涨。因为这个车道啊，为了不被挤爆，它的规则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会提高过路费。高峰期的时候，如果你转账10块钱，那有可能手续费都得花掉你50块钱，这谁受得了，对吧？那怎么办呢？零知识证明啊，就提供了一套天才的解决方案，它的大名就叫做 ZK Rollup。这个词儿啊，你别看它长得吓人，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就懂了。ZK Rollup 本质上就是给以太坊这条单车道配备了一个效率极高的超级货运公司。以前呢是1000笔交易排着1000辆车，一个一个的上路。现在啊，这个货运公司会把这1000笔交易全部都拉到他自己的仓库里头处理掉。他在自己的仓库里头啊，把所有的账全算得一清二楚。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他算完之后呢，并不会把这1000笔交易的详细记录再原封不动的扔回到这个主路上，他会利用我们之前所说的零知识证明技术啊，把这1000笔交易的所有计算过程压缩成一个极微小的加密的证明。这个证明呢，就相当于一张盖了章的总结报告。这张报告就一句话：
我以数学的名义保证，我在仓库里处理的这1000笔交易，全部都合法有效，账目绝对平衡，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他再把这个只有几 KB 大小的证明提交到以太坊的主网上，就完事儿了。你看看啊，这一下把那个原本需要1000辆车需要占的路，现在只需要1辆车的位置就搞定了。主网的负担啊，瞬间就减轻了上千倍。那交易速度那不就上去了吗？效率这就提高了。说完了效率啊，我们再来看看它是怎么解决第二个核心问题——隐私的。我们都知道啊，区块链主打的就是一个公开透明，但这个透明呢，有时候它也是个双刃剑。它意味着呢，你钱包地址的每一笔交易，你买了什么，你卖了什么，你跟谁有过来往，在区块链浏览器上啊，是任何人都可以查得到的。你的财务状况基本上就是在裸奔，这在很多商业场景或者是个人隐私保护上是绝对无法接受的。零知识证明啊，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已经有一些产品啊，已经应用到实际的场景当中了。我们可以叫它隐私交易货币。它做的事情呢，就相当于把阿里巴巴煽动这个逻辑啊，搬到了转账上。它允许你发起一笔交易，但交易的发送方、接收方和金额全部都被加密隐藏了。但同时呢，它又能向全网的矿工生成一个零知识证明，来证明：第一，我确实有这笔钱，我不是在凭空印钞；第二呢，我没有双花，这笔钱啊，我只花了一次。矿工们验证这个证明通过了，就把这个交易打包上链。整个过程呢，他们既验证了交易的合法性，又完全不知道这笔交易的任何细节。你看，这就完美的在公开可验证和个人隐私之间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你现在知道零知识证明有多重要了吗？它一边呢，通过 ZK Rollup 这种技术，扮演着区块链世界里边的效率加速器，解决了扩容的难题；另一边呢，它又扮演着隐私保护神，让链上的活动啊告别了裸奔时代。它同时解决了区块链世界里边最核心的2个问题，这就是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OK，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零知识证明的过去和现在。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未来。这项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它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还埋着哪些坑？在当下，零知识证明这个技术啊，还面临着2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极高的技术门槛和计算成本。打个比方啊，零知识证明技术就像一台 F1 赛车的顶级发动机，它的性能啊极其的强悍，但是全世界啊能制造和发明它的人只有凤毛麟角，这就导致了懂这个技术的开发人才啊极其的稀缺和昂贵。同时呢，要运行这台发动机，也就是生成一个零知识证明，需要消耗巨大的算力。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了效率啊，很多项目方他都不得不采取中心化的服务器集群来生成证明。你看啊，为了解决区块链的效率问题，我们又在另一个环节引入了新的中心化的风险，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困境。那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致命的安全风险。零知识证明的底层啊，是极其复杂的密码学和统计学，一行代码的微小漏洞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就像造一艘火箭，一个螺丝没拧紧啊，有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在区块链这个世界里头啊，一个零知识证明的漏洞，意味着可能有的人啊，可以凭空印出无限的资产，瞬间就可以让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系统啊归零。这种级别的风险让每一个从业者都如履薄冰。但是呢，尽管有这些挑战，那为什么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依然对它如此的痴迷和乐观呢？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它真正的潜力远远不止加密货币。全世界顶尖的工程师和密码学家正在努力做到的，就是为零知识证明打造专门的加速器，就像给 AI 配上 GPU 一样，正在用专门的硬件啊，来把生成证明的成本能够再降低成百上千倍。一旦成本和效率的瓶颈被突破啊，它的应用就会彻底的溢出区块链，渗透到我们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可以向一个网站证明你已满18岁，但是呢，完全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出生日期。你可以向银行证明你的收入达标，但完全呢不需要把你的银行流水发给他。甚至呢，你可以参与一次线上的投票，系统既能验证你选票的合法性，绝对无从知晓你到底是谁，你投给了谁。在那些场景里头啊，我们验证的不再是你是谁，而仅仅是你是否满足某个条件。我们保护的是个人数据的隐私权和所有权，是整个互联网的信任模型。在过去的 Web 2.0 时代啊，我们呢是把信任交给了平台，邮件服务商可能会滥用我们的邮件，银行可能会泄露我们的信息，
而零知识证明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 Web 3.0 时代。我们再也不需要信任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我们只需要验证一段数字代码。这是一种从人治到马治的根本性的跃迁，它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去构建一个真正属于用户自己，由数学和密码学来保障权利、可验证的互联网。从凯撒的一封信到保证亿万资产的加密钱包，再到构建未来隐私互联网的零知识证明，密码学的发展就是人类对安全、隐私和信任的不断追求。那技术本身呢是中立的，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未来呢是无限可能的。你认为零知识证明未来的最大应用场景会是什么呢？除了零知识证明，你还对哪些加密世界的黑科技感兴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一定的帮助，那请一定关注和点赞。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